就在前几天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塔和英国首相苏纳克举行会谈啊，并签署了推进日本自卫队和英军进行联合训练部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啊。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提前规定并确认双方部队在奔赴另外一方国家时候携带的武器、海关管理等一系列手续，以确保双方军队往来时畅通无阻，并允许双方互相部署部队。说句不好听的啊，英国是全世界第二个和日本签署该协定的一个国家啊，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再算上美国的美日地位协定啊。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这一协定是日本和北约进行安保合作中的一环。那么一个亚太版本的北约仿佛正在成型。北文虎认为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把英国拉进来，对美国同盟国在东亚地区的劣势不会有什么帮助。首先，我们得明白英国和日本为什么要签署这一协定。在本次中俄联合军演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模拟了对关岛的攻击。为了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方面直接单方面终止和日本的联合军演。就像本虎之前一直强调的这种行为就是直接把日本卖了，在作战时抛弃盟友，临阵脱逃。然而，美国卖了日本，接下来也没得到好处因为山东号紧随其后也跟出动了。山东号航母对美国前来支援的航母编队也进行了模拟攻击，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日本一个击飞，一个弹打。所以，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都切身感受到自己在东亚部署的力量不足，急需引入一股新的力量来帮助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战力。只不过，这个英国的实力过于丢人正所谓东亚怪物房嘛。东亚的几个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内卷达人当然蒙古除外越南、韩国、朝鲜、日本哪一个放在欧洲那都是顶级列强级别的存在。别的不说咱先说韩国韩国在东亚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最丢人的了。海军不给力，空军数量不足，好不容易造了个万吨大驱，结果还是个失踪大王各种电子性能在现代驱逐舰里都是垫底的存在。但咱们要是把韩国放在欧洲的位置上，那就不同了。首先，韩国军队人数非常多，陆军总兵力有46万人之多，必要时按照往年服役的动员预备士兵有100万之多。坦克方面呢，韩国有2600辆，该数字已经超过了战前的乌克兰。最重要的是，这些坦克都是韩国人自己研制的 K2 主战坦克，单从纸面性能来看，采用的全是西方成熟产品整合而成，理论性能可靠先进，和北约国家的同类型坦克比，不仅没有太差，甚至还要强了一些。至于英国，英国早就没坦克生产线了。然后呢，韩国在火炮方面上也有不少优势，5800吨的火炮，既有从美国引进的，也有自己研制的，诸如 K9 自行火炮、K29 多管火箭炮等等。甚至目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炮弹不够用了，都是直接从韩国这边进口的。由此可见，韩国军工生产能力有多强。此外，韩国方面的光学技术和电子技术基础也是相当雄厚。韩军的夜视设备、通讯设备、雷达设备，甚至能做到纯国产，这是很多国家根本比不了的。和英国比，那不好意思英国现在都没法和韩国比。军队万把人，坦克227辆，且全是上一代的挑战者2，火炮只有261门，你拿什么跟韩国比？而且不光是英国，你把英国、法国拉起来都不行韩国的陆军实力是两国总和的3倍，想不到吧？当然有人会说英国传统优势是海军，要比也得比亚洲海军呐。行，说到海军，咱就说海军先说说现在的英国海军英国方面计划到2030年把水面作战舰艇增加到24艘，至于现在只有可怜巴巴的16艘。然后是 F-35战斗机航母舰载机主力，目前英国只有21艘，计划增加138艘。之前把航母拉出去遛弯，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借给他们 F-35B 在甲板上充数了。那我们再看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光是作为主力的导弹驱逐舰就有36艘，而且还有8艘宙斯盾，其他的护卫舰、辅助型驱逐舰，我这还没算呢光是导弹驱逐舰就已经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总数了，而且未来还要再改造8艘轻型航母作为 F-35战机的运载平台。至于 F-35，日本是目前全世界 F-35第2多的国家，
147架，而且现在美国又批准了一批总额为100多架 F-35的新订单。从各种角度上讲，日本自卫队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引以为傲的皇家海军。陆地实力不如韩国，海上实力不如日本。这样的英国，你贸然冲进东亚怪物房，站在中美对抗正中间，只能说，要么是英国人对东亚实力判断失误，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实力盲目自信。韩国、日本看上去不太行，主要还是因为位于东亚、中美俄这三方包围之间，显得非常可怜。但你拉出来要放进欧洲一比，那妥妥就是一坨怪物。现在这俩国家外加美国对抗中国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这时候英国人眼巴巴的跑过来，你也不知道他是来捞好处的，还是来送人头的。